大家好，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继续来聊1923的新一集。唐纳德好奇班纳为何不住在自己送的房子里，大冷天非要跑回山里的老家挨冷受冻。班纳解释自己想和老婆孩子待在一起，城里的警长和老雅各布是一伙的，他不放心把妻儿接上来。唐纳德觉得他是放不下那些羊。班纳沮丧地说，羊染上传染病都死了，一只也不剩。唐纳德好笑，羊倌班纳拼命守护的财产竟如此弱不禁风。他感叹畜牧业就不是人干的事儿，采矿就不一样了，旱涝保收。说着他突然发现雪坡上有人在滑雪，唐纳德惊奇不已。班纳解释那是几个挪威矿工，他们把这种玩命看作游戏。唐纳德兴奋地仿佛发现了新大陆，马上驱车前往，要凑近看看。两人爬了半个雪坡，终于追上了滑雪的矿工。唐纳德兴趣盎然地询问滑雪的种种，最后心满意足地告诉班纳，他发现了一个挣钱的好项目。有钱人就是喜欢玩命的游戏，而滑雪就恰好具备这种刺激。不得不说，唐纳德的商业眼光很毒。可班纳对这个新老板并不是敬佩，而是恐惧。这样一个洞悉人性、智商超群的人，偏偏是个对财富异常贪婪、控制欲爆棚的人。这难道不让人害怕吗？班纳对自己的老乡说起自己对唐纳德的恐惧，而这个老乡正是潜伏在畜牧协会治安队里的奸细。伊丽莎白去鸡圈捡鸡蛋，却看到一地的死鸡，还有角落一只正在大快朵颐的狼。狼似乎杀红了眼，看见活物就扑，把女人追得连滚带爬地跑出了鸡圈。伊丽莎白奋力抵抗，腿也被咬伤了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家里的牛仔开枪吓跑了狼。这是伊丽莎白第二次虎口脱险了，这遇险频率确实高得惊人。哪怕这个城市女孩为了爱情能够忍受荒凉寂寞和苦寒的生活，但她也无法承受这屡屡要面对生死一线的恐惧。腿上传来的阵阵疼痛让她心头闪过一丝犹豫。卡拉奶奶到地窖拿肉，她又想起了镇上卖的冰箱，那多方便啊，不用再顶着寒冷跑到那么远。刚出地窖就看到受伤的伊丽莎白被送了回来，把女孩扶进屋里，看着血淋淋的伤口。卡拉奶奶马上安排牛仔去请医生。牛仔抱怨就要下暴风雪了，但是看着女主人很坚决的样子，只好转身去找医生。卡拉奶奶凭经验判断，白天出来觅食的狼不是饿极了，就是有狂犬病，所以请医生来看看很重要。老雅各布和警长来到法院，直接找到法官的办公室。原来这趟进城是为了赞恩家的案子。法官表示赞恩妻子的身份是伪造的，所以他等于非法和白人男子同居，还生了2个孩子，证据确凿，无需上庭，可以直接宣判把女人关起来。但难题是2个孩子和那个躺在医院半死不活的男人，这安置善后是个大问题。老雅各布马上提议把这一家4口都交给自己监管，绝不会再出现在镇上，也不会给法庭添麻烦。法官同意了这个监外管制的办法，但是前提要赞恩2口子提供主持婚礼的牧师名字，否则就不能放人。这明显是刁难了。雅各布直言，法官就娶了个印第安老婆，以权谋私也不能做得这么明显吧。法官一脸你奈我何的表情。老雅各布直接绕到桌后抓起一瓶酒，这令法官猝不及防的就被抓住了把柄。雅各布晃着酒瓶说，那用私酒贩子和牧师做个交换。警长也亮出了手铐，法官只好在宣判书上签了字。看着雅各布达顿推门而出，法官愤愤地警告，别以为这就赢了。雅各布告诉老熟人，这件事儿压根儿没有赢家。接着雅各布就带着孙子杰克来到赞恩的病房。赞恩被那场突如其来的围殴打残了，无法站立，只能躺着，两眼充满了绝望。听到妻子和孩子可以被释放的消息，既感动又担心。他不断重复自己已经没有用了，身体废了。从住进来就没有医生来看过自己。老雅各布安排杰克去接赞恩的妻儿，今天无论暴风雪有多大都要赶回去。赞恩问为何会遭此横祸，雅各布告诉他都是唐纳德干的，春天来的时候就该反击了。赞恩对这个复仇非常悲观。回农场的路上，暴风雪如期而至，遮天蔽日的大雪不仅让人无法找到方向，刺骨的寒冷也让人快速失温。继续走下去就等于在送死。老雅各布安排杰克和牛仔们把马都放掉，然后把篷车翻在树林边，所有人到篷车下面躲避风雪。医生裹着暴风雪挤进了客厅，查看伊丽莎白的伤口，决定要打疫苗。
女孩一听是要打腹部，就非常抗拒，但无奈在一通挣扎后被强按着来了一针，女孩哭着跑了。卡拉奶奶安排医生们住下，转身来到伊丽莎白的房间。女孩哭成了泪人，嘴里喃喃抱怨这针打的完全不注重隐私。卡拉奶奶安慰她，相比之下生命更重要，这里的冬天就是这样，寒冷逼得动物到处伤人，不过到了春天就好了。没想到伊丽莎白坚决地表示，一开春她就要离开，再也不回这个鬼地方了。这令卡拉奶奶既意外又无奈。泰纳和男孩在外面待了一整晚，第二天才回到父亲身边。父亲看着双手空空的两人打趣道，这场狩猎还真是失败呢。皮特告诉跑马遇到了牛仔的事儿，跑马决定马上就动身，这里可是当年部落领袖帕纳帕克与白人干仗的地方，既然他的族人已经离开这里了，那这里笃定是不安全的。皮特觉得那牛仔还算是很友善的，跑马告诉他，牛仔只是打工的，农场主才能决定一切，而农场主绝不会欢迎印第安人。但女儿阻拦住父亲，认为科曼奇保护区依然有白人牧师，有学校和警察，还不如留在这里试试。如果能找到他们丢失的牛，而农场主真的是夸纳帕克的好友，那也许可以留下。跑马想了想，决定试试女儿所说的法子。他留下2个孩子，自己去找牛和农场主的家。离开前嘱咐2个年轻人一定要格外小心，绝不要暴露行踪，一定要等自己回来。神父和治安官肯特一行来到了俄赫拉荷马的阿纳达科镇，直奔警局找负责人马绍尔。没想到是个女治安官，这让肯特大吃一惊。那个年代应该很少见。肯特很轻蔑地质问女人也能执法。马姐毫不犹豫地表示，有事儿直说，没事儿滚蛋。看着2人刚见面就火药味十足，神父赶紧打断2人，说起了正事。马姐不可置信地看着照片上的女孩竟然背着5条人命，决定先贴出画像通缉，扭头警告3个客人，科曼奇只尊重那些尊重他们的人，这里已经埋了不少法警的棺材，不要等到棺材里才怪没有得到警告。肯特一脸藐视地转身离开。夜幕降临，3人就在野外露营休息。肯特从报纸上看到，共和党向国会提交了印第安人公民权法案，这将赋予印第安人公民的身份。他不屑地把报纸丢进了火里。神父认为这是大势所趋，肯特觉得平权就等于可以跨种族通婚。神父解释道，即便是法国的南部都被其他种族统治过几百年。2个文盲认为这个历史荒唐之极，狂笑得差点笑断气。不出意外，意外就出现了。其中一个当场就被箭射断了气。印第安人突袭，神父和警长赶紧躲入荆棘丛，然后趁人不备钻出来一通乱射，把印第安人打跑了。神父发现打死的印第安人里还有个孩子，警长一边安慰神父，一边向一个受伤的补了一枪。船终于到了美国，瘦弱小子下船送货之际，带着斯宾塞去见了自己的意大利黑帮表兄。黑帮表兄是个私酒贩子，他听说这个壮汉很能打。斯宾塞解释道，自己不想惹麻烦，只是麻烦总喜欢找上门。黑帮表兄深以为然。为了感谢斯宾塞对堂弟的救命之恩，他安排了酒店套房和盛大的晚宴。在此之前，他先让手下带斯宾塞去厨房吃点垫垫。斯宾塞在厨房随便吃了2口，就急着起身去给家里发电报，问火车站的方向，然后抬腿就要走，没想到就被拦住了。黑帮手下表示老板要留他住下，晚上还有一顿晚宴，说着就亮出了腰间的武器。斯宾塞可不吃这套，看着对方非要拦住去路，2下就把人放倒，缴了子弹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可还没走到火车站就被拦了下来，一顿揍又拖了回去。黑帮表兄很生气，一番好意竟然被弃如敝履。斯宾塞也很生气，他说明自己一大家子人等着去救，家族牧场就快要被人吞了，老婆也丢了，这么多事儿，可没有心情留下吃什么晚宴。这倒让黑帮表兄更喜欢他了，这么有个性又执着的男人。于是激情无限地要求和斯宾塞谈谈生意。斯宾塞跑也跑不掉，只好答应坐下来谈谈。此时亚历山大乘坐的船还在大海上航行，惊涛骇浪中的客船摇摇欲坠，低等舱的人们像被放在锅里翻炒。亚历克斯只能拼命抓住床档，用对丈夫的思念来对抗恐惧。斯宾塞无奈接下了一趟送私酒的活，带着意大利小子一起前往。送到后，车子就当报酬，但这注定不是一条顺畅的回家之路。
大雪的夜晚，卡拉奶奶被一声尖叫声惊醒。她抓起枪打开门，发现大门虚掩着，寒风正在从屋外源源不断地灌进来。客厅的地上都是雪，忽然她看到地上一个血淋淋的尸体，一只满嘴鲜血的狼一跃而起。好的，剧情就讲到这儿。这真是唐纳德贪婪凶狠眼光毒，班纳恐惧忌惮心不安，老达顿仗义救人现血难，伊丽莎白遇袭心难安，泰纳随父寻出路，亚历克斯寻夫历磨难，斯宾塞深陷黑帮搏归途。1923的达顿家真是多灾多难。本集的故事在有序的慢慢推进，我总预感老达顿活不过本季，所以每一集看的我都提心吊胆的。这集达顿家的主要敌人和压力来自大自然和野生动物，这真是非常有趣的安排。但那只孤胆猛狼设计的有点脱离常识，狼都是夜间群体狩猎，这孤单一只主动进房间攻击人类，真是胆儿够肥的。最后死的那位估计是护士吧，我想肯定不会是伊丽莎白，但伊丽莎白是不是就此会离开呢？我想应该会的。相比他，我更期待亚历克斯，希望本季他能与斯宾塞重逢。好的，这集我们就暂时聊这么多，谢谢大家耐心观赏，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